芒果 TV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一龙。我们今天设置了一个惩罚的小机制，如果你在采访过程中说到了"还好"之类的词汇，你就要接受我们的小惩罚，好吗？那完了，他们说到关键点了。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在《浮生若梦》里的角色。我在那部戏当中演的是红帮二当家罗浮生。其实剧里面设计了3生3世的剧情，所以龙哥相当于也是演了3个角色，对吗？其实他有一些那个概念，但是他没有把重点放在说，其实说一定要区分3个人物什么的。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3生的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这戏里面有很多打戏，那龙哥在开拍之前有为这些打戏做准备吗？我拍了很多年的打戏，原来也一直在拍。对，因为一直在准备。你觉得剧中哪个片段或者阶段是最虐罗浮生的？最虐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戏里面最虐的不是生死离别，然后不是那些，我觉得最虐，我自己认为最虐的反而是有一段特别平静的戏，就是2个人生活，但是这就会剧透。罗浮生最打动你的点在哪里？这个人物跟我原来演的不太一样嘛，哪儿不一样？从哪儿都不太一样。跟以往的角色相比，你觉得生哥的虐可以排在第几名？生哥的虐，我原来角色都挺惨的。比虐我不知道，你要说比惨的话，他应该也算挺惨的。谁敢比我惨呢？那比惨可以排在第几名？就惨的程度，对吧？那我说完之后，你会不会让我说第1是谁，第2是谁，第3是谁？我哥现在已经完全知道我们的套路了，对吧？对。那你可以先试着说一个嘛。那排第1。为什么排第1呢？为什么排第1？因为他很惨呀，爱而不得呀，最后还死了。安岳熙说这个剧里所有的男人都喜欢他，所以龙哥你在这个戏里一共有多少个情敌？其实真正意义上就1个。那你觉得你是用什么优势战胜情敌的？我失败了。是你最终获得了安岳熙的心啊。那就是他的事了，我没有战胜他。在表演上，你觉得自己目前最需要学习或者最有上升空间的是哪个方面？最有上升空间的，我觉得我自己也在试探这个事情。我觉得增加角色的可能性吧。一般是用什么方式让自己最快的进入一个角色呢？其实我觉得最快进入一个角色，我就是排除自己的杂念嘛，然后尽量跟自己所在的环境跟自己的对手大家能融合在一起。那拍完之后又是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出戏的呢？一般拍到最后的时候都比较想赶紧从这个人物里面逃离出去。如果遇到跟自己性格反差特别大的角色，比如家宴中土豆子，你是怎么抛开自己的性格包袱去把这个角色饰演好的呢？真的还挺难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那段时间那个角色真的跟我差距特别大，他的语速、他的语言习惯都跟我差距特别大，所以那段时间我没办法做到说角色和生活完全分离开。所以在家宴那段时间的时候，我平时说话就也是对。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在冯豆子那个状态里，因为得让自己相信自己习惯了才能演。最开始的时候你是怎么让自己进入到冯豆子的状态中的？就是还是观察那个角色，我确实是观察了好多人，然后从每个人我认为不靠谱的青年身上去吸取了他们一些特点什么的。那你平常是会有意识的去观察身边的人对吗？下意识吧，我不会有意识，但是这已经是个习惯了。如果总是同类型的角色来找你，你怕不怕被定型？我因为首先自己没给自己定型，所以我觉得我就不怕别人给我定型。同类的角色，其实我演了很多，其实刚拿到剧本，我一看的时候类型很相同，但是最后呈现的时候，我尽量，虽然人物很相同，我尽量用别的方式去试着去诠释一下这个人。但是你自己接戏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的去接一些不同类型的角色？
以后会。其实现在你的粉丝有一种矛盾的心情，那么一方面呢，希望你能够顺应自己的内心，沉淀下来做一个好演员；一方面呢，又希望你多参加一些活动和综艺，可以让他们多一些机会看到你。那对于粉丝的这种矛盾的心情，会不会给你造成困扰？不会啊，我也会做一个权衡，因为观众喜欢你嘛，对吧？然后也经常你总是躲在电视机后面，大家有时候也想见见你，我也想有时候也想回馈给观众，可能偶尔参加一下活动啊什么的啊。那我们下一个环节呢是快问慢答，鹏哥不用着急，慢慢答就可以了啊。有起床气吗？没有。最久能在家里宅多久？很久。最近一次网购买的是什么东西？说实话，我不太会网购。在什么情况之下会生气？我都是跟自己生闷气啊，因为白羊座的个性还是在身体里的，就很多事情还是容易急，但是急了之后，其实就是别人什么都没看见，但是自己已经演完了所有的情绪。你觉得以下白羊座的特征中，你最符合和最不符合的是哪项？这是选择题啊。A 热情 ，B 冲动 ，C 爱冒险 ，D 孩子气。都有。聊死了是吧？吃火锅必点的3个菜品是什么？牛肉、麻辣牛肉、鸭肠，毛肚。如果让你2选1，跳舞的戏和吻戏，你会选什么？吻戏这跳舞我是肯定不会选的。跳舞我是肯定不会选的。哦，是吗？假如你进剧组的第一场戏就是吻戏，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会赶紧去找导演。作为中学时期的校草，一学期大概能收到多少封情书？谁说我是中学时期的校草？你在某一次采访中说过啊。我说我自己是校草啊，我说过这么的话吗？没有说过吗？网上有爆料说你在高中是校草，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好像是有。那所以是收到过多少封呢？收到过情书吗？那演员这个职业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挺好的。就这样吗？挺好的，一次了啊。你要说的不是挺好的。你要说的不是挺好的。啊？那你没说明确。没说明确吗？我们今天设置了一个惩罚的小机制，如果你在采访过程中说到了还好之类的词汇，你就要接受我们的小惩罚，好吧？那你没说明确，我想到这个了，所以你刚刚还是特意躲开了还好，对吧？对啊。您不觉得您有点叛逆吗？